开头是本期详细评测的省流环节。关于天选 Air 2024，这台电脑是目前市面上独显小钢炮里性能释放较好、综合表现最均衡的一款。综合它的首发售价，在同类产品中竞争力非常高。而关于 AMD 新推出的 Ryzen AI9 HX 370处理器，它在多核性能、单核性能上相比前代产品提升不小，浮点性能有明显进步，在低功耗区间里也展示出了比较好的能效表现，很适合在小尺寸或者主打轻薄低功耗的笔电产品里搭载。游戏表现大部分场景都还凑合，但受限于较少的大核数量以及较高的核间延迟，帧数不及采用 HX 系列处理器的游戏本。OK， 省流结束。那这期视频同时包含了天选 Air 2024以及移动端 Zen 5的评测，想知道它的表现如何吗？看完这期视频，相信你能找到答案。按照惯例，先来介绍一下这台天选 Air 2024的配置。SoC 是最新的 AMD Ryzen AI9 HX 370，CPU 部分是4大核8小核，一共12核心24线程。SoC 内包含了 Radeon 890M 极显以及 XDNA2 NPU， 独显是 RTX 4060，最大功耗100瓦。内存是板载，容量32GB， 频率是 LPDDR5X 7500兆赫兹。固态硬盘是1TB 的 SN560，PCIe 4.0乘4速率。屏幕使用的是一块14英寸 2.5K 分辨率165赫兹刷新率100% sRGB 色域的 IPS 面板，标称亮度400尼特。它的参考售价是8999元。当然，如果你囊中羞涩，那7999元的 Zen 4加4050入门款，在目前使用体验里应该也不算差。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向天选 Air 2024的外观。这次我们拿到的是日石灰版本 ，A 面是金属材质，上方是锃亮的白色描边天选 logo。屏幕下方使用了与之前不同的转轴设计，因此机身尾部突出了一点。视角来到 C 面，键盘的风格大家很熟悉了啊，右 Ctrl 换成了 Copilot 键，方向键仍然是半高大小，键盘支持3档背光可调，按键键程很长啊，打字手感中规中矩。下方是大面积的玻璃触控板，按压体验不错。视线来到 B 面，屏幕实测参数我们请后期导到这里。亮度在同类产品里比较高，但是相对的它没有经过出厂校色，导致色准比较一般。偏差较大的是蓝色，如果对色准有要求的话，建议自行校色。地面有大面积的组合形状进风开口，脚垫数量很多啊，散热模组相比下方有凸起。接口方面，左侧是电源 HDMI、EC 加 EA3.5毫米的耳麦口，右侧是 TF 卡 EC 加 EA。从速率和接口种类来说中规中矩，如果能给一个 RJ45 网口，那将会绝杀啊！可惜机器没有多余的位置了 ，CPU 的 PCIe 通道数也不够，只能作罢。重量方面，机身实测 1.45千克，厚度17.1到19.9毫米，它在我们测过的独显全能本里基本上是最轻的一台，但厚度相比自家定位更高的幻14 Air 系列也明显增加了。另外，适配器配备的是200瓦功率的新款方口3段式三角插，便携性一般。建议对性能要求不高的玩家自行选配 PD 适配器。看完了外观，大家对它的第一印象如何呢？给我的感觉是，整个机器的质感呢做的还是不错的，唯独 BC 键是塑料磨砂材质，对比 A 地面顺滑的触觉，这黑色塑料摸起来太粗糙了，影响观感更影响手感。不知道白色版本会不会好一些呢 ？OK， 聊完了外在，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核心了。那我们按照顺序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 AMD 的新处理器，它又寄出了一套全新的命名逻辑。这颗处理器的完整名称是 AMD Ryzen AI 9 HX 370，它隶属于锐龙 AI 300系列，代号 Strix Point。考虑到这个名字实在是太长了，不好念，后面我们会用 HX 370代替它。TDP 方面，官方给的 TDP 定位是28瓦 ，CTDP 的范围是15到54瓦，跟 Zen 4是差不多的。显然，这颗处理器隶属 H45 系列，相当于是 7840H、8945HS 这些型号的升级款。虽然名字里有 HX， 但本质上跟高性能的 DGR 系列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工艺方面 ，Strix Point 里的 Zen 5和 Zen 5C 依旧使用的是台积电4纳米制程，跟 Zen 4的 Poke Point 是同一个工艺，没有迭代。目前这个系列里发售的产品只有3款，其中上市的分别是365和 HX 370，更高一档的 HX 375据说是 OEM 定制型号，提高了 NPU 的算力，其他和370是保持相同的。规格方面，目前 Strix Point 用的是 Zen 5大核加上 Zen 5C 小核的搭配，365的数量是4加6，而我们这次测试的 HX 370则对应的是4加8核。对比 Zen 4，核心规模明显增大了。频率方面，4个 Zen 5大核的最大频率是 5.1 赫兹，小核 Zen 5C 的最大频率是 3.3 赫兹，大核相比 R9 8945HS 要低 0.1 赫兹。
没有提频，没有更换工艺，单核性能提升完全依赖架构改进了。从官方给到的剪映带 shot 可以看到，这次的 HX370依旧是一个 CCD， 但与上一代 Hawk Point 不同的是 Strix Point 其实是引入了大小核的设计的。一个 CCD 里包含了2个 CCX， 其中一个是4个 Zen 5，另一个是8个 Zen 5C。新引入的核间延迟测试能够有效反映核心之间的沟通效率，但 Strix Point 在这段测试中跑下来的成绩并不乐观。同一个 CCX 里的延迟倒是还好，大核在20纳秒左右，小核在37纳秒左右，但跨 CCX 的延迟数据就比较难看了，平均来到了180纳秒。相比较之下 ，Hawk Point 只有一个 CC 差，核间延迟明显低很多。Meteor Lake 的成绩跟架构相符，2颗低功耗岛里的核心延迟明显更高，其他的核心延迟表现在合理范围内。那除了核间延迟以外 ，Strix Point 核心里的2组 CC 差并不共用缓存，4个 Zen 5大核是16兆的 L3， 而8个 Zen 5C 则是只有8兆 L3。在 Hardware Info 里可以看到2组 CC 差的 L3 频率差异。缓存的延迟我们也测试了一下，测试结果能比较好的反映出 Zen 5和 Zen 5C 核内缓存的大小。另外也不难看出Zen 5和 Zen 5C 的缓存响应也是有性能差距的，这个可能跟缓存本身的速度以及两者的频率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进到内存延迟部分 ，Zen 5在130到140纳秒之间，而 Zen 5C 来到了150到160纳秒。考虑到 Zen 5的内存频率更高，那这方面显然是不如 Zen 4的。我们还引入了行业基准测试 Spec 2017，看一下这2颗核心在整数浮点测试下的性能表现。注意这项测试对运行环境的要求比较高，不同的环境跑出的成绩区别比较大，没有办法直接对比。因此3台电脑我们使用相同的变音器和系统环境，相关的信息我们贴在表格中，大家可以参考。在整数测试中 ，Strix Point 上的 Zen 5大核在 5.1 赫兹下面跑到了 8.8， 相比 Ultra 的 Redwood Cove 和 Zen 4，Zen 5的整数性能表现更好。按核心频率换算成同频下的 IPC 的提升 ，Zen 5相比 Zen 4高了 12.3%， 比 Ultra 9高了 6% 左右。而 Zen 5C 的小核在 3.2 赫兹下成绩是 5.31， 相比 Zen 5有 4% 左右的差距。这一点可能跟 SoC 的缓存大小、速度有一定的关系。那除了整数项目，浮点测试的成绩我们也跑了一下，得益于浮点执行单元加宽，性能提升幅度还是不小的。Zen 5在 5.1 赫兹下跑出了 15.9%，IPC 换算相比 Zen 4提升来到了 24.6%。Zen 5C 在 3.2 赫兹下换算 IPC 会比 Zen 5高一些，猜测可能是更接近于甜点频率的缘故。不过从使用场景来看 ，CPU 日常更多处理的还是整数类的运算，浮点通常会交给显卡来完成。AMD 在这方面的改动，可能是为了照顾到 AI 相关的功能的计算，因为 AI 的计算是用浮点的，毕竟它都把 AI 刻进了这颗处理器的名字上你说对吧？那除了 CPU 有迭代，核显 NPU 也有迭代，但碍于篇幅我们会留到后续的轻薄本视频里再做详细讲开。那么介绍完 CPU 规格，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在不同功耗下的性能表现吧。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 CPU 能效曲线。在幻14 Air 首发时，我们测试过 Ultra 9 185H 和 R9 8945HS 的成绩了。大家猜猜 HX370 的能效会是怎么样的呢？上图，你没看错这颗 HX370 的多核能效表现真的是非常离谱从10瓦一直到100瓦 ，R23 的分数实现了遥遥领先。25瓦功耗下的表现就已经接近40瓦 Zen 4和 Meteor Lake 的交叉点了。而到40瓦的时候 ，HX370 的成绩就已经超过了 Ultra 9在80瓦跑出的分数了。到了60瓦之后，提升功耗，分数增长趋势放缓，到80瓦以上，性能增加幅度就非常小了。如果对比相同功耗来看，20瓦下比 8945HS 高了 21%，40瓦下比两者高了约 30%，60瓦保持了类似的领先幅度，超过70瓦的时候再增加功耗就没有什么提升了。当然，如果拉来核心规模更大的 7845HX 和 1470HX 对比的话，不难发现HX370 针对的更多是20到60瓦这个功耗段的产品，用在功耗不高的全能本上显然会更加合适。单线程方面 ，R23 单核得分 HX370 达到了2046分，比 Ultra 9高了 6.7%， 比 8945HS 高了 14%， 提升明显。R23 是一个整数浮点混合测试软件。HX370 性能进步，除了本身架构改进带来的 IPC 的提升，核心数量增加，个人猜测跟浮点性能提升也脱不了关系。同样，我们来看一下天选 Air 2024在 R13 循环里的表现，成绩在23500分左右。那除了 Cinebench R13，我们还挑选了几个笔记本常见的功耗评点，
测试一下其他软件里 HX 370的性能表现。首先是 CPU-Z， 多线程方面，30瓦的 HX 370就已经能跟45瓦的 Ultra 9以及65瓦的8945HS 打成平手了。而在65瓦时 ，HX 370比 Ultra 9 185H 高了12%，比 Zen 4高了27%。但是到了90瓦的时候 ，HX 370的成绩相比60瓦的成绩仅仅增加了4%，38%的功耗换4%的性能，显然不是很划算的买卖啊。在纯计算软件里 ，HX 370跟 Ultra 9的差距没有那么大，但仍然展现出了较高的能效表现。单线程方面 ，HX 370在 CPU-Z 中仅以微弱的优势领先 Ultra 9，比8945HS 高了14%。在 Cinebench 2024中，这一项测试的压力负载更大 ，HX 370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30瓦下仍然能够超过65瓦的8945HS，比40瓦的 Ultra 9略高。65瓦的领先幅度跟 CPU-Z 是差不多的。值得一提的是，65瓦以上再提高功耗，成绩进步就非常不明显了。单线程方面 ，HX 370对比其他2颗处理器的领先幅度分别是5.5%和12%。更老一点的测试 Cinebench R15 没有调用 AVX 指令集，在这个测试中 Zen 5在30瓦下就要低于之前几个测试的领先幅度了。65瓦下 Ultra 9 185H 跟8945HS 打平 ，HX 370领先幅度是25%。同样，60瓦之后继续提高功耗，在这项测试里进步不明显。Ultra 9应该没有对 R15 单线程做调度优化，成绩不如8945HS。HX 370对比8945HS 有10%的领先。7zip 更考验 CPU 和内存的性能，在这个测试中 ，HX 370依旧能够保持领先。同样，在45瓦之后 ，AMD 的处理器提升功耗几乎对压缩和解压缩性能没有帮助，而 Ultra 这边不同档位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压缩比 Zen 4更优，但是总体会比 HX 370更差一截。X265 HD 的测试反而是本次测试里最奇怪的一项啊 ，Zen 5在这项测试里居然没有跑赢 Zen 4，虽然成绩仍然比 Ultra 9高很多，但是这样的结果我们还是第一次碰到。接下来是天选 Air 2024在游戏上面的实测。大家应该知道啊，8945HS 对应的 Zen 4 H45 的游戏表现并不是很亮眼，面对 Ultra 或者 HX 处理器，在高帧率项目里力不从心。那新的 Strix Point 能否逆转 AMD 在移动端 H45 的颓势呢？先来看显卡性能，这台天选 Air 2024的4060在一伏电压下跑到了2685兆赫兹，其中有45兆赫兹是增强模式超频提供的。实测 TimeSpy 得分10403分，跟基准成绩在误差范围内。接下来的游戏测试环节，我们找来了 R9 8945HS 的幻14 Air、Ultra 9 185H 的幻16 Air 和另一台 HX 370的幻16 Air 作为帧数对比。显卡定频一伏2640兆赫兹，尽可能排除显卡频率带来的误差。本次游戏阵营包含了9个单机加5个网游，考虑到测试机型是4060，常规的 2K 分辨率基本上帧数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直接把分辨率降低到 1080P 来测试。首先来看单机游戏，我们依旧把基准游戏《古墓丽影：暗影》先来拿出来比比看。1080P 下特效全高设定 ，HX 370的天选 Air 2024、幻16 Air 都跑到了136帧，8945HS 的幻14 Air 跑到了127帧，而 Ultra 9跑到了130帧。这个项目上的 HX 370比8945HS 高了7%，比 Ultra 9高了4%。另一个优化没那么好，同时也很吃 CPU 的游戏《赛博朋克2077》，HX 370的2台机器都跑了73帧，略高于8945HS 的幻14 Air， 也要比 Ultra 9 185H 的幻16 Air 小高一点。另外一个比较看显卡性能的游戏《极限竞速：地平线5》，这个项目里由于显卡频率更高，那天选 Air 2024的帧数会更高一些。地铁离去跟2077里的帧数表现很类似，但是 Ultra 9的帧数似乎要低一些。木卫4协议中 HX 370跟 Ultra 9只有2帧之差，同时也要比8945HS 高出一些。全面战争战锤3中总功耗更高的幻16 Air 锐龙版作为基准成绩拔得头筹，以半帧领先天选 Air 2024。另外单机新游戏我们加入了家园3，这个游戏的 benchmark 非常吃显卡呀，因此即便在 1080P 下 RTX 4060也没能跑到流畅的及格线。天选 Air 2024的成绩是 45.6帧，看来想畅玩这个游戏还是得4080以上的游戏显卡啊。来到网游这边，高帧率更容易凸显 CPU 对游戏帧数的影响。Apex 英雄里几位选手又呈现出了类似的帧数趋势。COD 20是网游里相对比较吃显卡的一款，天选 Air 2024有小幅度的领先。HX 370几乎跟8945HS 打成平手，高于 Ultra 9 185H 的幻16 Air。最终幻想14 benchmark Ultra 9总算是一转颓势啊，比 HX 370的基准成绩高出了10帧，也要明显领先于8945HS。
这个游戏感觉对 Intel 处理器友好很多 ，AMD 这边的帧数都不太高。在 CS2 的 Dust 2 Benchmark 中 ，HX 370又追了回来，略微领先于 Ultra 9。最后一个游戏是米哈游的大型新作《绝区0》，这是个 CPU 瓶颈非常严重的游戏。在这个项目里面 ，HX 370败下阵来了，帧数要比 Ultra 9低了5帧，比 Zen 4高出一截。除了平均帧对比 ，CPU 对1% low 帧也会有影响。我们这里选取了古墓丽影 COD20 和绝区0作为对比，结果似乎跟平均帧挂钩。这3个游戏里看不出有太明显的异常，除了8945HS 好像略低一些 ，HX 370跟 Ultra 9的表现是五五开的。当然，为了更深一步探究为啥 HX 370跟 Ultra 9的同模具产品会有性能差别，我们也进一步做了一些数据处理。以优化较好的古墓丽影暗影为例，1080p 全高特效下，这个游戏里很多场景都会跑到 GPU 瓶颈 ，CPU 会给显卡让功耗。从两边抓到的功耗状态来对比 ，Ultra 9在这个分辨率的同样场景下，撑住高帧数所需要的功耗更高，会把显卡的电给吃掉。反观 HX 370的显卡功耗就分到的更多，因此帧数会更高。如果在更加极端的场景，就比如我们把古墓丽影调成 720p 最低特效，降低显卡需要的功耗，制造一个 CPU bound 的场景，此时帧数仍然是 HX 370领先。对比 GPU Core Load 可以发现，前两个场景 HX 370的 GPU 占用更高，因此两颗 CPU 都敞开功耗跑的情况下，在优化好的游戏里，游戏性能很接近。但如果是一些对 AMD 优化不那么好的游戏，就比如 FF14 吧，这里 Ultra 9的其中一些场景 Core Load 明显更高，猜测这跟 HX 370大核数量少会有一定的关系。看完了游戏的表现，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相比上一代，新的大小和 Zen 5处理器在游戏性能上有提升，但是幅度并不高啊，毕竟它是一颗 H45 处理器，大部分帧数只比 Ultra 9略高，自然是打不过自家 HX 系列大哥 Dragon Range 以及对手 Raptor Lake HX 的高性能型号的。另外，部分游戏里 HX 370的表现会略低于 Ultra 9，主要体现在一些 CPU bound 的场景里 ，HX 370只有4大核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再加上大核跟小核需要跨 CCX 做数据交换，核间延迟又比较大，就会出现帧数上不去的情况。而且移动端的 Zen 5相比桌面端阉割了一部分缓存，也间接影响到了它的游戏表现。从结果推测 ，Zen 5和 Zen 5C 在桌面是完整的大缓存，应该会有更高的性能潜力。值得提醒大家的是，本次测试我们为了放大 CPU 之间的差异，放在了 1080p 下进行啊。如果是常规的 2K 分辨率高画质，大部分游戏都是显卡瓶颈，4060、4070这一档的显卡，即便用不同的 CPU， 在笔记本上也经常很难体现出帧数的差异。如果你主玩的是大型单机，那还是优先把预算放在显卡性能的提升上吧。看完了性能部分，我们把它拆开看看它的内部结构。天选 Air 2024的拆解呢并不复杂，拧下底面的全部螺丝，借助撬片即可取下后盖。内部硬件的测试数据，请看这张图，总结的比较详细了啊。值得一提的是续航，天选 Air 2024的电池容量是73瓦时，中高负载续航脚本的成绩是474分钟，折合7小时56分钟。这个续航成绩日常来说基本上够用了，但是呢，相比 Zen 4的提升并不大。散热方面，天选 Air 2024采用的是双风扇加上3热管的组合，采用了内吹的设计，因此两侧没有出风口，有一根热管单独照顾到了供电，显存。我们通过压力测试来看一下它的散热表现。室温25摄氏度，开启增强模式，单靠 FPU。HX 370功耗保持在76瓦，撞到了95度的温度墙。P 核 3.6 吉赫兹，E 核 3.2 吉赫兹。单烤显卡 RTX 4060功耗100瓦，82.8度，频率2085兆赫兹。双烤 CPU 加 GPU 达成了35加75，一共110瓦，温度分别是85度和82.5度。如果保持增强模式电高机身，双烤功耗保持110瓦不变 ，CPU 和显卡各下降6度。因此，电起机身对于机身的进风是有保证的。我们尝试进一步探究，保持机身平放的同时切换至强冷模式 ，CPU 加 GPU 可以达成55加65，一共120瓦的性能释放。由于功耗偏向于 CPU， 因此 CPU 的温度会比较高。再来看一下表面温度，增强模式下双烤，键盘键帽最高温出现在了 F7 键47度，热源主要集中在核心附近，高温区域呢并不大，常用的 WASD 键位较为凉快。噪音方面，满载人为分贝值是51.5分贝，在同尺寸全能本里噪音比较小。手动设置强冷时，噪音是56.4分贝。考虑到功耗提升并不大，日常用增强模式就可以了。
好的，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相信各位对于这台新的天选 Air 2024以及处理器都有一定了解了。按照惯例，我们针对天选 Air 2024和 AMD 新处理器 HX 370分别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从结果来看，天选 Air 2024用的这个14英寸新模具，对比幻14 Air 的价格亲民了不少，外形没有那么的 gaming 了，同时兼顾了便携、续航和一定的性能。作为一台全能本来说，它本身的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对于一些家长不让买游戏本的学生来说呢，你跟家长说用它来学习，应该也不会露出破绽。从硬件搭配来看，HX 370作为一颗12核处理器，能效表现不错，配合4060独显，在这个总功耗下，日常办公、简单的生产力工作也不落俗套。虽然相比正儿八经的游戏本和游戏 CPU， 它们之间的游戏性能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笔记本嘛，在这个尺寸上面本来就是有取舍的。想要绝对性能遥遥领先，就得牺牲便携性、噪音、续航。但如果不纠结游戏帧数，那这台电脑的长板你都能享受得到。我个人认为还是相当值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这期视频很长啊，如果你喜欢，不妨长按点赞，给我们来个1键3连支持一下。加了买本心得，帮我点亮小白，至于表达心得的事，我是猪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